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敏。今天这话题来说一说五角大楼的高官主张对中国采取综合威慑，实际上是黔驴技穷。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一方面继承了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压政策，维持着对中国产品征收的高额关税，在科技方面也继续对中国的企业进行封禁。另一方面呢，他改变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做法，试图拉拢盟友，结成反华同盟。但是新冠疫情出现以来全球形势的演变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世界大部分国家陷入了新冠的泥潭，只有中国迅速地控制住了疫情，恢复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不但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靠谱的大宗工业品的产地，让美国转移供应链的阴谋破产，而且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一些政界人士的叫嚣，显得是非常的可笑。6月4号，负责政策事务的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科林·卡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具有代表性。首先，他承认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在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国家。作为国防部的副部长，他当然要考虑打仗了，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的升级。他的原话是：我们将与北京建立更具竞争性的，有时甚至是对抗性的关系。但是他仍然对美国的优势抱有希望，声称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价值观，因为与中国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关于建立对中国的威慑，他认为美国军方在陆海空等等常规的领域已经做得很好了，但综合威慑将包括太空和网络领域以及信息世界。回想起去年中国疫情刚起的时候无数的西方媒体和中国的公知都在宣传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什么疫苗或神药，而是民主。在去年年中，中国抗疫取得初步的胜利，而西方国家的疫情开始严重起来的时候，西方媒体又惊慌失措地声称西方必须取得抗疫的胜利，这是民主制度优劣的证明。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就是这样挖了一个大坑，然后自己跳了下去。中国抗疫的胜利已经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制度的优势，而这位国防部的副部长还在嘴硬美国的优势是价值观，外强中干的嘴脸是一览无余而所谓的综合威慑更是黔驴技穷的说法。在政治上，事实已经证明欧洲大部分国家或广大发展中国家并不会跟着美国建立反华联盟。除了澳、加、日、英和印度比较积极以外，其他国家都在尽量的避免选边站。谁都知道与中国保持经济和贸易联系的好处。在军事上，平心而论，美军在总体军力上仍然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建设的突飞猛进，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这从最近几年来美国国防战略的演变就能看出来。美国已经意识到它的岛链包围战略正在走向失败，美国的军舰和飞机在战时是无法在岛链之内生存的，因此美国海军和空军制定了分散部署、远程作战的总体方向。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转型更为彻底，放弃主战坦克，放弃登陆作战，改为在亚太岛屿之间进行跳岛作战，使用反舰导弹支援美国海军。美国军方的这些战略改变能否奏效呢？美国军方能否建立起针对中国的所谓的综合威慑呢？我看不太可能。随着中国变得日益强大，美国的这些行动就像是螳臂挡车，中国崛起之势是不可阻挡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